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任大吉。这是韩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传销诈骗案，也是韩国最早的一起庞氏骗局。涉案总金额高达4万亿韩元，受害人多达3万名，背后还涉及到贿赂、腐败、官商勾结等丑闻。但是这起案件却和中国产生了联系，始作俑者或许现在就隐藏在你我的身边。我们先看一个韩国某档节目于2015年发布在中国社交平台的视频短片。视频里的母亲就是这一起诈骗案3万名受害者之一。她的女儿在2003年死于大邱地铁纵火案，在事后得到了韩国政府2.4亿韩元的赔偿金，而这一笔代表着女儿生命的资金，却全都被她所提到的这个人给卷走。他就是曹喜八。而这个曹喜八又是什么人？又是怎样引起了整个韩国社会的动荡？今天就一起走进韩国曹喜八传销诈骗案。曹喜八1957年3月15日生于韩国庆尚北道的农村家庭，家中一共有8个孩子，4男4女，他排行老7，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可想而知啊，在那个年代，8个孩子的农村家庭条件会很艰苦，所以小学毕业后，曹喜八就不再上学了，独自一人来到了大邱广域市寻求发展。没有学历，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又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最重要的就是先生存下来，只能卖力气四处打工维持生活。他和身边的人说，自己毕生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家人有吃不完的猪肉，绝对不能再过那种穷苦的日子。而实现这个理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钱，所以他做过很多工作，服务员、冷冻食品配送员、赌场打杂，只要是能赚到更多钱，全都义无反顾。慢慢的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呢，曹喜八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因为他这个人呢，很会说话，很聪明，情商也高，八面玲珑，甚至和当地的一个帮派成员也有很好的私交。20出头的年龄会面临很多的抉择，曹喜八也遇到了决定自己一生的职业。本来在赌场打工的曹喜八受到了自己亲哥哥的感召，加入了一家叫 SMK 的公司。这是一家靠拉人头多层赚取抽成的公司，也就是现在说的传销。他也是在这里长了见识，原来还有这种赚钱的模式。但是看着一个个拿着血汗钱加入进来的人，心里都会很不舒服。那好，我也要开一家传销公司啊，反正他们都是要被骗，为什么不能是被我呢？2004年10月，曹喜八联合了10多个狐朋狗友，在大邱的东区创立了一家名为 BMC 的公司，但在宣传上又不能说我们是传销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包装。对外的宣传说，我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做医疗器械的租赁， BMC 公司会购买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按摩仪、盆骨矫正器、足底理疗仪等等，再把这些医疗器械输出，租给全国各地的医院、美容院等场所赚取租金。因为当时韩国的整形业风头正劲，但很多整形机构又负担不起昂贵的设备，所以对医疗器械的租赁需求日益增加，市场潜力巨大，业务升级，现面向全社会招募投资人，投资这个项目买更多的设备租赁，而这些租金会按照你投资的多少来给予你分红。目前这个项目的起坎就是440万韩元，之后的8个月时间会以日回报的形式进行返还。那8个月的周期结束以后呢，投资人连本带利至少可以收到581万韩币，8个月的收益就高达32%。那当然，你投的钱越多，收益率越高，最高是40%。当时的韩国银行的年利率是3.7%。为了增加投资人的信心， BMC 会经常性的举办会议营销，不断在会上展示自己的实力。其中有一个人是曹喜八的得力干将，叫姜泰荣。姜泰荣在会议营销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就和现在市面上那些成功学大师一个奏型，用虚假的履历来包装自己的成功形象，名牌大学毕业，百年商业鬼才，西装笔挺，满嘴仁义道德、民族大义，其实脑袋里想的都是老百姓钱包里那点事儿。那每一次的会议营销，两个人在台上面画大饼打鸡血，只要你投资，你就是我的家人，
一定会对家人负责。那很多人就经不起诱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 BMC 公司进行了投资。但确实每天都会有返还的收益。一个周期结算清之后呢，实打实的赚到了很多钱。那有这么好的收益，我还把钱存在银行干嘛呢？我干脆就全部取出来存在 BMC， 应该问题不大。还会把这好事赶紧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曹喜八的投资人就超过了1万人。曹喜八趁热打铁，扩张自己的势力，成立了几十个皮包公司，涉及房地产租赁、环境事业、旅游休闲等项目。业务的范围也从大邱扩大到了全国。有实力、高回报、周期短的3连诱惑之下，曹喜八的雪球越滚越大。但是集资来的钱却并没有投入到购买器械，而且已经购买来的那些设备都是一些看似高科技，但是很低端也很廉价的保健按摩仪，糊弄一下老百姓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租赁的渠道，所以公司也就没有持续的盈利。而另一边给投资人的高收益回报一直持续，曹喜八的资金池只会慢慢变小，只有继续非法集资，用新进来的钱弥补资金的漏洞。但是这个模式就注定了资金的断裂，只是时间的问题。从2007年开始，很多投资人发现，偶尔收益会出现不能及时到账的情况，但是都能被曹喜八公司的人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那投资人也看在企业雄厚的实力，很快就打消了顾虑。但随着业务成交量的降低，投资人变少，拆的东墙已经弥补不上西墙的漏洞。那收益延迟到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终于引起了投资人群体的愤怒。2008年10月，接到多起报案的大邱警方准备对 BMC 公司进行彻底的调查，结果到现场后却扑了空，所有的相关证据全被毁灭，曹喜八也不知去向。原来曹喜八早就疏通好了警方的内部关系，在行动的前一天得到了消息，他知道自己的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头，和自己的亲信连夜销毁了所有证据，带着所有骗来的钱准备跑路。随着曹喜八的失踪，投资人们的收益也中断了。那很多人起初都还不以为意，认为只是延迟而已，直到他们报警的那一刻才知道，曹喜八的公司被认定为以高收益为诱饵，非法融资骗取投资人本金的诈骗组织。原来自己一直被曹喜八的骗局所蒙蔽，而所有的积蓄也随着曹喜八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到2008年10月底，诈骗行为东窗事发为止，保守估计受害人数高达3万人，涉案金额高达4万亿韩币。2008年11月，韩国警方正式把曹喜八列为通缉犯，全国通缉。在全国警方的共同努力之下，2008年12月9日，曹喜八终于从韩国浦项出海，顺利外逃中国之后，人间蒸发。那这也是为什么影片开头的母亲会举着中文的牌子寻求帮助的原因。那这个事件通过媒体和民间的传播呢，成为了当时的社会热点。一个人竟然可以骗到这么多钱，但事后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曹喜八是前后总共利用4年时间持续诈骗行为，如此声势浩大，当地的政府和监管部门难道真的一点都没有察觉异常吗？然后他在被警方调查和追捕之下，一个全国通缉犯竟然能安然无恙地躲藏了1个月的时间，最后还能顺利地逃到海外。韩国警方到底在干嘛？所有人都调转矛头，那会不会是相关部门的内部已经出现了腐败呢？这一深入调查还真的有意外收获。据调查，2008年10月，罪行败露的曹喜八在被通缉的状况下，委托自己的手下不断搞小动作，给相关的领导送温暖，寻找帮助。韩国首尔的高等检察厅检察官金光俊涉嫌收受曹喜八9亿元的贿赂而被韩国检方拘留，没收全部赃款后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让不少人认为，曹喜八的事业发展背后一直有势力庇护，甚至协助他跑路海外。2010年初，同样跑到中国的曹喜八侄子刘某回韩国自首，交代了曹喜八逃到中国是花了7000万给一个渔民坐他的船逃走的。那渔民被抓了之后也很配合，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但是说在海上已经被海警发现了，自己当时非常的紧张，可是海警方面却没有任何举动，曹喜八才顺利逃到了中国。那最终刘某和渔民认罪态度良好，而被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那作为韩国历史上的最大诈骗案，在2008年12月，包括曹喜八和他的3个亲信姜泰荣、姜浩龙、崔千直，一共4名主犯被韩国警方发布了红色通缉令。2012年2月，犯罪嫌疑人姜浩龙和崔千直在山东烟台落网，正准备通过被捕的2人挖出曹喜八去向的时候，曹喜八的家属给韩国警方送去了一个视频，说你们别再调查了你们要找的曹喜八已经死亡。
而这个视频就是他葬礼的遗体告别仪式。那曹喜八逃到中国以后呢，制作了一个假身份，叫曹永福，朝鲜族，出生地在吉林省。2009年取得护照，签发地是黑龙江省的五常市，主要活动在山东省的烟台市和威海市。对比之前的照片，护照上的人和曹喜八长得很像。其实他呢是做过整容的，但是变化不大。根据他的家人说，2011年12月19日，曹喜八因为饮酒过度被突发的心肌梗塞一套带走。12月21日于烟台市芝罘区的殡仪馆火化，家属还提供了曹喜八的医学死亡证明以及尸体的火化证明来证明他已经死亡。那随着韩国警方把这一段视频进行了公开，沉寂了多年的案件再一次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但很快就遭到了韩国媒体和民众的质疑。首先，这个家属公开的影片就很奇怪，本身这个事情就很离谱啊。那作为亲友，谁会有心情在告别仪式上拍摄视频呢？然后还是很清晰的展示遗体的样貌，那正常人干不出来这种事情。那只让人觉得这是有目的性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摆拍。为了让镜头之外的人自己察觉这个要素，认为死者就是曹喜八。那于是很多人就反反复复仔细观察镜头里躺着的人，看这个人有没有偷着呼吸，眼球不经意的动下或怎样啊，但都没有什么发现。那然后有人注意到遗体上面有一个透明的盖子，那盖子上没有产生雾气，那可能就是说明人已经没了。那为了更好的搞清楚真相呢，韩国有一档节目叫《想知道真相》。特意组织人到烟台进行实地调查，来到了那个殡仪馆。那到了以后呢，先是进行核实是否火化过一个叫曹永福的人，但遭到了拒绝，因为只有家属携带身份证与死者的关系证明才可以查询火化记录，其他人都查询不了。关于有人提出通过进行 DNA 检测去证实死者到底是不是曹喜八，但是经过火化的骨灰中是无法提取 DNA 的，所以这个办法不可行。之后节目组为了证实棺材会不会产生水汽的问题，花钱租了曹喜八的同款寿衣，躺进了棺材里。那发现透明棺材旁边是有通风的，所以即便有呼吸的情况下，盖子上也不会产生水汽。有一个要素不知道大家察觉没有，节目组是租的寿衣，殡仪馆这个寿衣就是按次出租，但并没有规定必须死人才能穿。那遗体的告别厅也是一样，只要花钱就能租用，所以只通过那个视频无法证明曹喜八已经死亡。然后找到了当时开具死亡证明的医生，说确实当时有一个叫曹永福的人猝死，但印象很模糊，无法确认视频里的人就是当时的死者。但是很奇怪啊，如果要火化的话，这个死亡证明需要拿到当地派出所进行盖章，可是这个盖章的部分却是没有的。那再看遗体的火化证明，火化时间是2011年的12月21日，也就是曹喜八死亡的第二天就火化了。那无论是对于中国和韩国的相关习俗来说都不符合，就有必要这么着急吗？最可疑的是盖章的时间竟然是2011年的12月11日，比曹喜八死亡提前8天。难道是你们提前就知道了曹喜八的死亡，还是提前伪造了一个火化证明，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失误？通过死亡证明上的家庭地址信息寻找到的却是威海工业区的一间工厂，而不是民宅，说明地址是瞎写的。又拨打了死亡证明上的家属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这些异常让所有人都加深了对曹喜八已经死亡的怀疑。那随后不断有在华的韩国人表示，在烟台和威海地区看到了已经被宣告死亡的曹喜八。2013年，在威海通过照片不断调查，一家饭店的经理看过曹喜八的照片后说，这个人以前经常来吃饭，那他的中文不是很标准，所以很有印象。最后一次来的时间是2012年底，也就是曹喜八死亡的1年后。那还有一些在华韩国人说，看到曹喜八在打高尔夫球，就拿着照片到那一家高尔夫球场进行查询，结果发现确实有一名叫曹永福的会员。然后发现在曹喜八死亡之后，这个叫曹永福的会员还到这个高尔夫球场打过11次球，最后一次的时间是2013年1月19日。那尽管这个节目组先后9次到中国调查曹喜八的踪迹，但都没有获得任何他活着的类似照片或者影像这类的直接线索。那最后调查的地方就是曹永福的户籍所在地黑龙江五常市。那当地确实有一个生日和信息都与曹喜八一致的人。那值得注意的是，曹永福的户口并没有注销，按照中国户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没有注销的话，户籍系统内便视为还活着。那出现这样的情况有2种可能，一是曹永福已经死亡，但是其家人还没有帮他办理销户；另一种可能就是曹永福根本就没有死，所以户籍信息保留。
那最终节目组实在没有了任何的调查方向，只能将希望寄予网络，希望能得到中国网民的帮助，寻找更多线索。但可惜的是，这个求助，包括开篇的那位母亲的视频，在中国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2015年10月，曹喜八的侄子刘某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揭露曹喜八逃亡到中国的过程，除了给渔民7000万以外，还贿赂了当地警方8000万。那采访结束的5天后，刘某被发现死在了自己在大邱的办公室，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说他是喝农药自杀。2015年10月10日，曹喜八诈骗集团的2号人物姜泰荣在江苏无锡被中国警方抓获。12月16日，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正式移交给韩国执法部门。韩国的警方先是通过一些专家和机构鉴定说，葬礼的视频没有作假，躺着的确实是曹喜八本人，又对他的亲属和姜泰荣进行了测谎仪检测，检测结果是没人说谎。那检测仪的结果是不能被当作证据的。但2016年6月，韩国警方公开了曹喜八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认定曹喜八已经死亡，不会再调查，也不会再追诉，并撤下了对于曹喜八的红色通缉令。那这也意味着3万名受害者的钱已经彻底的没有了追回的希望，除非曹喜八是诈死，在多年后再被人发现。因为接受不了被骗的事实，从曹喜八跑路之后，共有10名受害者因为绝望而选择用自杀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受害者认为，骗走他们全部家当，改变了他们一生的曹喜八，仍然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花着他们的血汗钱，过着潇洒的生活。以上也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谢谢你了，拜拜。